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度频道。今天想要与大家分享的好书是来自 Darren Hardy 的复利效应。作者花了20年探讨个人成长和成功的方法，也分析过成千上万的成功案例，最后总结出他个人觉得最有效的方法，那就是复利效应。先问你个问题，假设你与你的朋友中了大奖，而你们两位各自必须从以下2个选择选一项。选择 A 是马上得到300万的现金，而选择 B 则是从1分钱开始，但价值每天翻倍，2分、4分、8分，以此类推。这样为期31天，总是在最后一天发放。你可能会想，1分钱才多少啊？加倍几十次会能有多少钱呢？可能几千、几万，不如现在直接拿到300万更为实际。假设说最后你选择了选项 A， 一下子提款300万，而你的朋友则选择选项 B， 从1分钱开始。第5天，你朋友将拥有16分钱，第10天他只拥有5元12分钱，而你已经在享受厚厚的奖金，刚刚买了一部最新的特斯拉。到了第20天，眼看就只剩下11天，你朋友手上却拥有5243块钱，而此时的你还默默地为自己的选择自省。时间一天一天的过，在第29天，你朋友的奖金累积为268万，与你的300万只差3万多。第30天便已超越了你，数目已是536万。第31天则是1000万，准确的说，应该是1073万7418块钱，比你的300万多了2倍。这数目大概是什么概念呢？如果以美金来算，一部 Ferrari 大概是3到40万，而这1000万的奖金一切源于1分钱。长期累计，享受时间的福利，这就是复利的力量。所谓复利效应，其本质就是做事情 A 会导致结果 B， 而结果 B 又会反过来加强 A， 不断循环，一切以长期主义为主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，为什么我们把频道命名为一度？就像从洛杉矶到纽约的航线，只要把飞机的前端移至偏右1度，你的目的地将不再是纽约，则会是 Dover， 而它们的距离是216公里。1度看起来毫不起眼，但在拉长距离之下，你可以完全改变你的目的地。人生也一样，很多东西也是从思维上微小的改变而成，哪怕是思维的1度之差，在经过时间复利之下，也会对你人生造就大改变。也许1天2天，你和别人的差别无法显现出来，但30-40年之后，差异会是你想象不到的。可能会听起来复利效应其实蛮简单的，但为什么还是那么多人失败呢？作者 Darren Hardy 说，在这个讲求速度和效率的时代，人们变得越来越缺耐心。多数的人一旦有了目标，一开始都会特别积极，但也因为慢效果而容易放弃。很多人不了解，巴菲特的资产有99%以上是他50岁后赚到的。其实靠的不是一热暴富的心态，而是长期投资的坚持。有一次，亚马逊的 CEO 贝佐斯问巴菲特，你的投资理念非常简单，为什么大家不直接复制你的做法呢？巴菲特当时就说了一句，因为没有人愿意慢慢的变富。成功是由微小的变化积累而成，你不能靠1天的练习就可以完全掌握某乐器，也不能做了半小时的运动就减去10公斤。想在你的领域内变得更杰出、更有影响力，跻身世界级水准，这段过程可能十分辛苦、沉闷，有时甚至枯燥乏味。切记，成功者与普通人最大的差别在于，成功者愿意做那些普通人不愿意做的事。被爱因斯坦称为世界第8大奇迹的复利效应告诉我们，要耐心地面对前期的缓慢增长，一旦坚持到拐弯点，便会飞速提升，一点点完善自己，每天进步一点点，成长一点点，久而久之，你一定可以见证到一个非常优秀的自己。这本书分享了不少实践复利效应的方法，我从中总结出几个建议。第一，对自己的人生负100%的责任，并有意识地做出每个选择和决定。作者在书中声称，这观念很大幅度影响了他人生的各种领域，教会了他不管对自己的任何选择和如何回应人生遭遇的反应，都要承担100%的责任，有意识地面对自己的所作为和不作为，也灌输他对生活不再埋怨。也许 presentation 进行的不顺利，你会责怪同事没有及时把文件转发给你，但提早确保文案完整不是你的责任吗？也许你与伴侣有纠纷，而你一昧的埋怨，你有想过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吗？
当我们不再对生活埋怨，我们才会更慎重地考虑当下所做的每个选择和每一项决定。因为你知道你的人生就是你的责任，你的成就就是你每时每刻选择的结果。当你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后，你将不会再对身边的人和事埋怨，你有极大的力量可以借由改变自己的选择来改变自己的人生。在这快节奏的生活，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按着繁忙的行程完成任务，没有特意思考，不知不觉就像梦游似的生活，慢慢失去自我。思想决定行动，行动决定人生。想要生活有所改变的第一步，就必须从思想开始改变。简单来说，有意识地做出每个选择，也算是自我察觉的一种方式。我们会更留意自己一天下来做了什么，时间花在哪些地方，然后调整自己的计划。这样不只能让我们更认识自己，也会让我们对生活有更好的掌握。你的人生是你时时刻刻选择的产物。第二，设立具体目标，把大目标分解。你不能很有效地处理和进步自己不能测量的领域。例如，与其说我要培养多读书的习惯，那每天要读30分钟的书，这样会更有建设性。想要有效率地达到目标，可以把目标分解成更小、更具体。例如，想要减重6公斤，可以分为每个月减1公斤，持续坚持半年，考虑执行目标中的小要素，像是每天要跑步多少公里，做多少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，1星期的饮食控制等等。这样一来，不只可以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外，也可以培养长期运动的好习惯。一个小目标一个小目标逐一实现，才会一直有进步和有成就的感觉，才会让你不断在快乐中持续坚持，直到实现目标为止。由于影片偏长，我将把其他的4个建议放在下个影片。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，非常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有任何意见也请大家留言让我知道。谢谢，拜拜。